在杭州的西湖邊上，有一座用數字作為代號的建築，看起來既神秘又詭異。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更加不可能靠近它。就連在這裡駐守的士兵都不清楚這座建築的具體位置。那麼這裡就是曾經的10大元帥之一林彪為了發動571武裝政變的地下秘密指揮中心。這個工程呢，它總的占地面積是有307畝，耗資當時的人民幣3000多萬。其中地面上是有4棟大別墅，總面積是達到了21000多平方米。其中地下指揮中心的面積就高達4000多平方米，並且呢是在地下的26米深處，所以整個工程是可以防核輻射、防核戰爭、防生化戰爭、防化學戰爭，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地下工程之一。這裡有一張示意圖，其中1號樓就是林彪以及他的家人居住的地方，2號樓就是一個極其先進的室內游泳池，因為這個游泳池是可以控制恆溫、恆氧、恆濕。3號樓和4號樓就是他的手下吳法憲、黃永勝等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呢也叫做將軍樓。但是現在2號樓、3號樓、4號樓都已經成為了浙江賓館的客房了，只有1號樓以及地下工程呢是對外開放的。這邊就是704工程的大門了，但是很多人會錯過旁邊這個坦克，我們過來看看。這台看起來像是真家伙，不過已經是鏽跡斑斑了，看起來呢非常寬起碼呢是有3.5米寬了。現在這裡呢已經成為了一個開放的旅遊景點了，門票16塊錢。一進來之後呢，就看到一台非常經典的吉普車，這是北京的212，被稱為中國的吉普。整個704工程是有4個出入口，那麼這裡呢是其中一個。每個出入口都有3+1 4重大門，其中3個呢是密閉門，還有一個大門就是能夠防止生化武器的完全封閉的大門。每個大門呢都是由鋼、鉛、銅等不同的金屬材質結合而成，而且每一扇呢竟然重達500公斤。看到裡面呢好像是有一些石子，應該也是混合了一些水泥，但又不完全像是水泥摸起來非常的結實。而且現在呢也是推不动的。在大門的旁邊呢還有一條緊急通道，看起來呢這個門已經是鏽跡斑斑了。如果說這個大門打不開的時候就可以通過這裡出來，不過呢就是要爬着出來了。現在進入裡面，牆壁上小的這一扇呢就是緊急通道的另一邊了。現在我們看到的牆面呢是白色的，但是它原來的面目是灰色的砂漿。建造它的單位也絕對不是普通的建築工程隊，而是來自湖南衡陽的解放軍某部。當時為了保證它的隱秘性所有參與工程的戰士呢都是坐悶罐火車抵達杭州的，到了之後也不清楚這裡是哪裡。而出入的卡車呢更是要更換3條不同的路線，3輛不同的車，3個不同的司機，讓每個人都搞不清楚建築材料最終送往哪個地方。所以說704工程呢就是一個絕密的工程，而它的設計單位則是解放軍工程兵的設計院總部。走過了一條長廊之後呢，這前方還出現了3道門。你看這上方呢是寫着有防火門、防爆門，重約500公斤，可以防原子彈、防輻射，還可以防水、防火、防毒。繼續往前走，在左手邊我們就可以看到地下衛生間。現在我們看到這個馬桶和洗手台會感覺非常的普通，但是在70年代，很多人上廁所還是用竹子刮的呢，人家呢都已經用上了陶瓷馬桶了。而這個地下衛生間的旁邊呢，其實還有蹲坑，也有小便池，估計這個呢就是給普通士兵用的。剛剛那個馬桶呢就是給林彪用的。在地下衛生間的正對面呢就是儲水間了，就是在這個位置竟然可以存30噸的水。這麼多的水，相信他們在這裡也能夠生活上幾個月。人在地下26米深的地方生活通風系統呢自然是少不了。來看一下，這裡呢就是通風機房了，到現在依然在工作。過了通風系統之後再往前走呢，就可以看到地下配電房了。即使地面上的電力系統受到了破壞，地下的照明、通風等各個方面都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这个地下工程在當時來講呢，算得上是非常先進的了。配電房的旁邊呢，就是警衛室了。這裡面呢是有2張小的床，還有一個辦公桌。你看，在這裡面呢還擺放着步槍、水壺呢，還有一個防毒面具。這個工程啊，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呢，才被很多人知曉。原因呢，就是它採取了很多保密措施。第一個措施就是出入證制度。出入證呢是分為紅、黃、藍3種顏色，代表不同的身份，還要經過哨兵呢確認之後呢，才能夠進入工地。第二個措施呢，就是軍事化管理。整個工程啊，主要是由空軍航空兵的第25師全程監管。任何個人呢都不能隨意的進出工地，就連消防車、救護車等專業車輛啊，也必須經過允許才能夠進入。第三個措施就是所有進出的材料垃圾，甚至工作人員的運送方式啊，都非常的特別。一位司機開一段路，然後交給下一個司機，沒有任何一個司機能夠說得清楚這些車啊是從哪裡來到何處去。最誇張的是，在路上啊還需要特意繞很多路，整整要開20來個小時啊才能夠到達工地。司機們呢都被繞得暈頭轉向，完全不清楚到了哪裡。第四個措施呢，就是分區作業，不同的施工人員呢會被分配到不同的作業區域，承擔不同的建設任務。所以沒有任何人知道自己建的這個工程啊完整的模樣，而且不同區域的人啊不允許聊天，不允許串崗。再往前走，這一間呢就是物資倉庫了。看到這些綠色的盒子了嗎？裡面放着的都是壓縮餅乾啊。旁邊這一間呢就是醫務室了。來看一下啊，裡面的桌子呢還有醫生的白大褂都已經非常髒了。還有那一邊呢有一張床。這個說不定是原物啊，因為看起來呢都是鏽跡斑斑，而且非常髒了。這裡呢是有2位哨兵在站崗，那這裡面呢就是地下指揮中心了。進來之後，這第一間呢是送風控制室，有風口通向地面，可採用自然通風的方式進行室內外空氣交換，就是這道門了。站在這裡呢，會感覺到有一股風啊吹過來。旁邊就是一個房間。看這裡的擺設就知道了，這並不是正式的臥室，而是一個臨時休息室。看這些家具非常的簡單，但是大家想想哦，在70年代，這絕對算得上是高檔家具了。這個桌子上啊是擺放着一盤黃豆，因為林彪呢是喜歡將黃豆啊當做零食來吃。休息室的旁邊呢就是一個單獨的洗手間，這一間呢就是林彪的會客室了。在會客室的旁邊呢，就是會議室。再往前走，就來到了整個地下工程最重要的部分，稱之為作戰室。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地圖、鐵路分布圖。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電報機，還有這種步槍。那這個房間呢，就是通訊室，各種作戰的機密啊，都會從這裡傳達出去。牆壁上還貼着工作守則。不該說的秘密不說，不該問的秘密不問，不該看的秘密不看等等。牆壁上還掛着林彪寫的字“戰鬥”。從指揮中心出來之後，繼續往前走啊，就是一條壁畫長廊，展示了很多林彪參加過的戰爭。那這個呢，就是非常漂亮的一站——平型關大捷。坑道影院這一邊呢是沒有開放，非常可惜啊。其實林彪本人呢是不怎麼喜歡看電影的。但是他的兒子林立果很喜歡，所以在地下呢就修了一個巨大的電影院。現在回到指揮中心的這個十字路口，來看這裡有一塊牌子，寫着林彪地面主樓，也就是通往1號樓的那一棟大別墅了。這一條通道是被稱作回音廊，在這裡講話你會發現回音很重，而且腳步聲呢也會很清晰，因此在這裡啊，只要有一點點動靜呢，就會被上面所察覺到。走到最後面呢，是發現了一部電梯，寫着此電梯通往林彪主臥室，就是他的專用電梯了。有電梯上去主臥室，其實呢也有樓梯啊，可以通往他的別墅。那就是從這裡進去，還是這上面的空氣好啊。那這一棟呢，就是林彪還有他的家人居住、生活、學習的地方了，也就是1號樓。那麼在這棟樓裡面呢，我們會看到他的臥室、會議室、書房，還有一個大陽台。
進來之後，首先看到的就是剛剛的那一台林彪專用的電梯了，通往地下的指揮中心。這邊呢就是林彪的書房，看起來非常的寬敞明亮啊。先來看一下這些玻璃，它是裡外3層的，最外層呢是用來過濾紫外線，中間呢是有防彈玻璃，然後最裡層呢就是普通玻璃了。而且這個玻璃呢有個特點，就是從裡面看外面呢非常清楚，但是從外面看裡面呢就顯得模模糊糊了。現在呢我們到外面來試驗一下，你看裡面呢確實是非常模糊，也不是說看不到，就是模糊了一點，可能就是因為3層玻璃的原因呢。林彪這個人呢特別喜歡讀書，一買啊就是好幾本，而且還喜歡剪書。他認為最重要的部分呢就讓內勤把它剪下來，然後製成卡片貼在一起，其他的就扔掉，然後再將貼片部分呢再看，再讓內勤給它剪，然後再扔掉，最後呢就只剩下幾句話了。這種閱讀習慣呢還是比較特殊。出來之後看到這裡啊是有一個大陽台，林彪在戰爭當中啊曾經受過傷，從而得了一種奇怪的病。林彪的晚年生活呢，怕風又怕光，怕水又怕噪音。因為怕水，他竟然1-2個月才洗一次澡，所以平時呢，他需要靠曬太陽啊來給身體殺菌。所以說這個陽台啊，就是他曬目光浴的地方了。剛剛不是說他怕光嗎？所以說他曬太陽的時候呢，是需要用毛巾來蓋住眼睛。過了電梯的另一邊，就來到了林彪的臥室了。這個臥室裡最特別的一件家具啊，我想應該就是這張大床了。這張床看起來很普通，但是它有一個特別的功能。在床的底部安裝有偏心的齒輪，一旦開起來呢，整張床啊就會有一種顛簸的感覺。大家可能會很好奇，一張睡覺的床為什麼需要這樣的功能呢？原來林彪啊有一個特殊的愛好，他喜歡在顛簸的石子路上開車。在北京還有一條專門為他開車修的石子路，他應該是很享受這種感覺。於是他的下屬就想了一個辦法，給他造了這樣一張床，能夠模擬汽車在顛簸時候的感覺。但是林彪就在上面躺了一次，顛了3分鐘之後呢，又感覺跟車的顛簸啊不是一回事，從此呢就再也沒有試過了。雖然還是睡這張床，但再也沒有開啟這個功能了。我覺得應該要把床單掀開，展示一下床底部的構造，會來得更加直觀一點。看一下這另一邊的床頭櫃上啊，是放着一個手電筒，這是方便半夜醒來的時候呢看手錶。剛剛我們也說過了，這個玻璃呢是3層。那這個窗簾呢，其實也是3層，一旦拉上這個窗簾呢，一點光都透不進來。再來看一下這個地板，上面鋪的是純羊毛地毯。這個地毯當時的價格呢是180塊1平米，到現在啊都沒有換過。在那個年代呢，真的是太奢華了。再來看一看這張辦公桌，上面呢是放着一幅字畫，這是從故宮裡面呢借出來的，但是他借出來之後呢就不會還回去了。據說呢，他還借了不少。你看上面呢還有一幅，與臥室一牆之隔就是他的辦公室了。現在看到的就是有一位工作人員呢正在向他匯報工作。那麼向他匯報工作的這個人呢是離他比較遠，據說啊是因為怕翻文件的時候有風吹到林彪。我們再來看看上面，也是非常的講究，中間的大燈呢以及周圍的燈帶啊，它都是向上發光，然後通過天花板啊反射下來。因為這樣的話呢，光線呢就會比較柔和。剛剛我們也說過了嘛，它是比較怕光。大家仔細看屋頂的瓦片啊，這一排呢是空的。這樣設計的話呢，在下雨天啊，雨水就會流到那一排凹槽裡面去，然後呢從兩邊排出。如果沒有這條凹槽的話呢，雨水啊就會直接流到地面，然後就會有滴滴答答的響聲。剛剛我們不是說過了嗎？它還怕噪音。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玻璃的細節了，這確實啊是有好幾層，而且呢這個把手啊還是純銅的，非常精緻。參觀完之後呢，要原路返回，還是要經過這個地下指揮中心。好，那這裡就是林彪在西湖岸邊的地下指揮中心704工程。我們下一條視頻再見。